为什么来我们这儿报名啊？我就是想跟他复婚，再不跟他复婚我都没机会了。那你师姐找他，他怎么不同意呢？我找过他多少次了呀？我们中间其实有个结没解开，我想要我自个儿亲生的孩子，他不给我生。这次是你找着我，求着我让我来的，是你说你自个儿有变化了，想让我跟你复婚。是有变化了。那你有变化了，你也不至于在这地方还说这事儿吧？再者说了，咱俩在底下都说了3、4年了，3、4年都没说清楚，你自个儿想还解决这事儿，还纠缠这事儿的话，我觉得咱俩今儿个这个地方都没有必要来。听到的核心关键词是孩子，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邢先生37岁，来自河北工人；女嘉宾靳女士37岁，来自河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小片里面我听到的关键词叫生不生孩子。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带了一个男孩，那个我想要我自己亲生的孩子，他不给我生。您等于嫁给他的时候是再婚？是的。儿子多大呀？带一男孩。今年是7岁了。您呢？您是初婚啊还是再婚？我没结过婚。哦，您是初婚，对，娶了一个再婚的，对。然后为什么离婚呢？因为他不想给我生自己亲生的孩子嘛。你们恋爱多久结的婚啊？将近1年。那1年应该彼此有了解嘛？对对。既然要结婚的话，你知道婚后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告诉他了，我不能生孩子。这个不能生是客观上我生不了孩子，还是我主观上我不愿意生孩子？是因为大夫明确的告诉我说，我不能生孩子。那时候他说的是不是不能生，可能还能生的意思。你们俩商量过吗？要不要孩子的问题？我们商量过呀，我跟他商量过好多次了，他不结婚之前是要还是不要？怎么讨论的？结婚之前我也没有刻意的想这个事儿，就是结婚以后就感觉自己还是得要我自己亲生的孩子。他不是不能生吗？你怎么要啊？后来他说应该能调理好，他调理好的话，不是还能给我生吗？所以说我这还是……我问一下啊，您是什么情况啊？是说，我可以怀孕，但是我孕期会有风险，还是说我不能生孩子？因为我的子宫已经切除了一部分。那就是说，怀孕会有危险是吧？对。因为女生说我不能生孩子，所以你们在结婚之后的2个月，那是2014年的9月份，又领了离婚证。那应该3年的时间了。那你们这3年还有联系？离婚之后？对，我们在一起过。离婚不离家？对。那为什么要离婚呢？那时候，我就想要过这个亲生的孩子，他还不给我生。后来感觉我父母也特别喜欢他那孩子，我也特别喜欢那孩子，跟我关系也挺好。就这么僵活着，又过了一段时间。就过了多久呢？最近分开是半年多。哦，等于相当于正式的在情感上面分离是在半年前，是吗？对。半年前是谁走的？是你离开了还是他离开了？他要求离开的。哦，为什么要离婚又不离家呢？刚一开始我跟他的时候吧，我就跟他已经明确的表态了，也跟他的父母都说过这事儿，我不可能生孩子，他们家也同意了，因为我想让我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有一个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爸爸、爷爷奶奶，和别的孩子一样享受正常的生活。而我也是因为有一段可以说非常痛苦的婚姻，所以说更渴望就是有人疼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所以说我没有。我父母跟我对你也挺好啊。不，这要求没错，没错，这要求都没错。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特别的不上进。如果说他能够上进一点，要强一点，我打不上劲了，我也打工也赚钱，有没有孩子啊？我根本就不想离开他。既然已经做出了离婚的决定，但是为什么在离婚之后你还跟他长期的居住在一起？离婚之后呢，他走了，回到家里边之后，他的父母也说他了，他后来就又回来了。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我渴望有一份爱，而且孩子也跟他叫了
1年的爸爸，我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，他回来了，所以说我就又接受了他。那为什么半年前也没有分手了呢？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，孩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我们2个也是一直因为这个事儿闹来闹去的。分开之后怎么又到这儿了？这不是分了半年了吗？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那你陪他来干嘛呀？因为我的孩子一直在想爸爸，我的孩子一直在问我，妈妈，我爸爸哪儿去了？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就是想跟他复婚，我也在努力。你为什么要跟他复婚啊？因为我现在改变了，我现在也有稳定的收入，也有稳定的工作。要不要生自己的孩子？要是他生不了，实在是生不了的话，那就是生不了嘛。那我也想接受他。你接受他什么呀？你别为难啊。你们俩已经折腾过一回了，别再折腾了。因为你喜欢他儿子吗？喜欢。那喜欢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还非要让他给你生一个呢？其实生这孩子与我家里边也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家里边男孩少嘛，就是说想得要个孩子嘛。我问他啊，他对你儿子好吗？一般。我父母对孩子确实跟自己亲生孙子一样。哎，问你呢，又不是跟你父母过。我对孩子确实挺好的。他说好，你说一般是吧？你是爱他的是吧？是。假如他从今天醒悟了，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对，我从此之后我打消要自己的孩子，我认了，因为我爱，是不是？”是。如果是这样，你愿意回去跟他过吗？没有考虑过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变化了，我有稳定的收入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我也能带孩子好，我也能对他好，以前没有的我也能给他补上了。我不敢相信，因为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从楼梯上边摔下来，脚都已经摔坏了，都已经肿了，我都已经走不了路了，孩子饿了，哭了，吵着跟我要饭吃，他就坐在那里，连顿饭都不给孩子做，我给他钱让他去给我孩子买点吃的，他都不去，没有办法，我自己还要爬下楼去从楼梯上走下去，然后去给孩子买东西吃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在告诉自己，他不会关心我，不会照顾我，也不可能对我的孩子好。那都是过去了，就那一次啊！以前我不是吃啥都是让你吃第一口，让干啥都是我干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就那一次。那是在领证之前。如果说你不那样的话，怎么可能我跟你去领证啊？哎，你大概离异有多久，然后又碰上了他？我是在13年的7月份，跟孩子从我前夫家里出来的。你第一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他离婚。但是，因为他有几个姐姐，她们容不下我。后来，我在他们家，也就是在13年的6月份，安徽我的母亲病了，我就回家了。但是，当我走过1个月之后，回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他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我变卖了。回来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走吧，我不要你了。既然是走了，还回来干啥？”你回你父母家的时候，他知道吗？知道。好奇怪哈。是，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果在常情之理的话，你嫁的第一任丈夫应该是家里比较小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是。独子吧？对。上面有很多姐姐。对。你给他们生的是个儿子。对。他们即使对你再有意见，怎么可能会让你把儿子带出来？他们不会。是你偷偷带孩子出来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办了离婚手续了吗？办了。你偷偷把孩子带出来，怎么办的离婚手续呢？后来他起诉了。为什么起诉你？因为他找不到我，所以说就起诉了。你出庭了吗？出庭了。出庭了。他没跟你要孩子吗？要。后来呢？他输了，孩子归我了。孩子归你，你带着孩子出来了。对。所以说你们俩认识了也就不到1年，
就结的婚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你把日子过得好乱？是。你接下来干嘛？最后回答我一次。想跟他复婚。还要自己的孩子吗？不要了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今天咱们先不说复不复婚，先不说孩子不孩子的问题，让老师先帮你们梳理一下生活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来说一下先生，我估计你一直不明白怎么了，糊里糊涂的，一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女人我怎么做都不行，是，对吧？我一再妥协对也不行。对。但我想先说你的问题，你在婚后立刻变了一副嘴脸，说我一定要自己的孩子。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因为在你们的相处关系当中，你是那个弱的，但是你拧巴在，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弱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出来一个他比你弱的地方，就是他不能生孩子。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生孩子，你拿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要求他，你想证明的无非是，在这点上，我比你强。你就想用这么一点儿来着补你的在婚姻中的价值和位置，其实你大错特错。你如果真的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你应该去努力赚钱，你应该用更多的爱去照顾这对母子，而不是拿生孩子威胁他。你为什么会选择他呀？因为你太懒得去用力生活了，你不愿意用力生活。而女士，其实你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当时是清醒的。因为你不愿意带着儿子去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你不愿意在两性关系中妥协，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看继父的脸色，所以你选了他呀。他没本事啊，他要看你的脸色。你的儿子和他相处的时候，不用战战兢兢说哇，这个叔叔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我是不是要学得乖一点儿？我要讨好这个爸爸。所以你选他时候是很清醒，你要的就是这样的呀。你想要的无非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做主，在你的前夫那里你做不了主，因为人家有一堆姐姐，而他，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做主啊。他的爸妈也是爱这个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，所以他满足了你最核心的愿望。所以选他没错啊，当时你是清醒的。可是后来你怎么了呢？我们能不能忠于自己内心的一致想法？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发现他不上进，不能给你带来另一种安全感，所以你开始嫌弃他。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对待生活的模式，我觉得你可能一辈子都要纠结下去。如果你现在想清楚了，我要的是一个能够当我儿子父亲，能够做我儿子偶像榜样，我又爱着的男人，那么好，你就要接受接下来的生活。那可能我都要学得温顺一点，学会一些妥协让步，学会去察言观色，因为这确实是再婚家庭一个相对复杂的关系。如果你不能解决内心的冲突，那我觉得你找不到能让你平静的男人。我相信你儿子一定比别的小朋友更懂事一点，对吧？因为他每天面临的，虽然你不说，但是你们家的气场，你们家的环境一定是这样的。妈妈是一个纠结的人，是一个要强的人，找不到生活方向的人，这种感觉会传递给他的。你纠结着，你的生活就纠结着，你的儿子也不会好过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寇老师。刚刚严老师说的，你能认可或接受吗？还是你觉得他说的不是你？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的确实不是我。哪部分不是？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柔弱的女人，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披上铠甲，是吧？对。那请问你平常在生活里也是这样的吗？譬如说私底下相处，你跟你的2任丈夫相处的时候，你是现在这个状态吗？其实我本身……哎，涂老师，你说近半年来，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，也就是他，所以你今天才来到了这里。既然孩子那么喜欢他，你又说他对孩子不好，这是矛盾的。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最真实的，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。最开始我以为他
只想要个孩子，而你只想要个家。后来越听就感觉，他的确是只是想要一个孩子，而你不只是想要一个家，你是想要一个绝对权威的女主人的位置。你找一个女人，如果她并不爱你，你还要求她给你生一个孩子，孩子即便生下来也是不快乐的，你那样是害她。而对于你，我们说享受生活而不沉湎，看透生活而不消极。其实我认为你是没有看透的。其实一直以来，由于你的生活境遇，你总是非常需求找到自己人生当中的权力巅峰，希望自己能够什么都说了算。所以时至今日，你每一次其实都与想要跟你给你幸福的人擦肩而过。你现在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啊，有自己的生意，有自己的买卖。我只是希望你自己能够面临自己的内心深处。如果你真的爱孩子，说句实在话，你不会带着孩子逃离前夫。如果你真的爱孩子的话，你也不会反反复复的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让孩子流离失所，颠沛流离。所以你自己内心在想什么，你很清楚。如果想给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，不是不可以。如果你真的为孩子的幸福考虑，就不要找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。你2次选的男人你都是不爱的，只是看中了别人老实。那我想问，你寻找的幸福到底是什么？你是在寻找幸福，还是在寻找优越感和权利？不要执迷不返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想要幸福，真诚最重要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真的希望咱们能最后走到一起，因为我其实为了你的想法做了很多改变。因为你想让我开车，我也拿了驾照。另外，你也想想咱们以前做业务的时候，下了那么大的雨，咱们在雨里唱那种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。我也想用我的后半生来改变我自己，来照顾你和孩子。真心的希望咱们再走到一起。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存款了。好了，谢谢2位啊，谢谢你们分享，请回2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我吧，请开门。来，你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你选择的权利，所以当你选完之后，你不要后悔就好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亲爱的，我会用我以后的努力改变，来保护你，来照顾你和孩子。我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来维护咱们以后的感情，对待孩子好。